晚找你来是想跟你通报一个情况。你说，肖少白暗杀我3团士兵的动机，现在明了了。是什么？杀人灭口。啊？我3团士兵在雀儿山无名村找到了陈俊彦，还抓了个女共军。那正好碰上肖少白的机动营，他们为了掩人耳目，不让外界所知，采取了暗杀行动。等等，这就是说，3天前陈俊彦已经在肖少白手里。对，他们瞒着你，把陈俊彦控制在石塘镇的翠英院。今天早晨闯关出城，守备团随即追出，双方展开了枪战。陈俊彦现在在哪儿？下落不明。肖少白不知去向。肖少白，这个白眼狼，莫非亲手枪毙了他？枪毙？你哪儿找他去啊？今天中午他的加强营已经离开了食堂，不知去向。什么？食堂守备团。什么？1连的巡逻队发现中央军的车队在10津路段路边的树林里停下了，他们的卡车全部都是空的。有迹象表明，他们已经步行往京塘方向去了。他们一定会走金塘村吗？这里是张锡寿湘江防地的边缘，江对岸是湘军防区的边缘，正好是一片空袭地带。如果他们不从这儿过，除非不想过江。你赶快追上他们，告诉谭先生，中央军可能在金塘村设伏。明白。哎，多带几个人。知道了。事情并没有按照傅彤和雷武荣的预想顺利发展，甚至也出乎了楚正平和王占斌的掌握范围。正如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，血与火的较量即将在暗夜之中展开。终于出现了，前面发来信息，说他们一行一共10人，其中就有陈俊彦，离这里大约还有1里多路。准备，以我鸣枪为号，开始攻击，全部击毙。哎，是不是？什么是不是？一个活口都不留，去吧。前面应该就是渡口了，先派人过去看看吧。越到这种时候越要警惕。这！
大家先在这等着，我跟孙领到前面看看，以马灯闪亮为信号，枪声报警。谁开的枪？好像不是我们的人，听枪声还没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呢。听枪声是从天上射的，想报警。所有人朝枪声的方向隐蔽前进。大家分散隐蔽，保护。来，如果是身后冲天鸣枪报警，说明警告我们的是前方。就说前方江边有埋伏，埋伏的人要听到枪声，就不会等在那儿了，会朝枪响的地方过来。我们应该向枪声靠近。前面有情况，你们朝枪响的地方撤退。孙俪，跟我过来。报告陈先生。开枪射击！快！快点！什么地方？好，知道了。司令，7号防线右侧的2里地外的江边有激烈的枪声。江边，莫非是共军要过江？中央军在堵截。命令，离那儿最近的部队马上出动。是。命令，2营火速出动，并随时报告战况。赵大夫，怎么了？太先生，我是来报信的。肖少白在金康村的江边设了埋伏。现在什么也别说了，你们上马，下马，都给我上！钥匙，走，快，我来掩护你们。快上，小心，快，快！老雷，你们快撤！我来掩护你们。刚才是你们鸣枪的吗？是啊，眼看追不上你们了，我只有鸣枪了。那边是肖少白的机动营，他们在江边设了埋伏，怪不得火力这么猛。你们快撤吧，我来掩护。你们能行吗？行，这儿我们继续守，你们快撤吧，他们在那边等着你们呢。好，撤！别开枪，敌人靠近再打。上，走人！给我打！白营长，带一队人从左边插上去。是，跟我来。
备团呢。这他妈傅通，我一定要找他算账，我一定要找他算这笔账。静贤，你这是？昨晚萧少白在金堂村江边设伏，萧团副赶去给谭主任他们报信，掩护撤离时战死了，尸体已经拉回来了。那他们呢？安全撤离了，差一点。是，请白长官放心，这件事我会责成张锡寿旅长处理，全力保证食堂的安宁。是。白崇禧其子张锡寿早就让倾向南京的王占斌如鲠在喉。此时，在了王占斌看来，最为高明的对策，莫过于丢车保帅，逮捕傅通，接管食堂守卫团全部军务。是，马上执行。水仙，你苦了前半辈子，到我这里还是没过几天清静日子。也许这就是我的命，我认。我们要离开食堂。我知道。傅通这会儿正处危难之中啊！我们也处于危难之中。现实你也看到了，想要过湘江比登天还难。我会让你登死天的。跟我走，跟我走。里边。报告，没有人。报，没人。喂，有副官吗？说，没有发现傅通。家里也没有吗？他的住所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什么？衣柜的衣服好像都收走了。跑了？明白。有副官报告，傅通协同夫人逃跑。命令全线通缉，缉拿傅通。是。全线通缉，缉拿傅通。把路让过来，移开。
静贤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去广州我舅舅家，我想让你安稳下来。那你呢？我一个男人，总不能不思进取吧？这兵荒马乱的世道，可容不下你的进取之心。先到广州安顿下来，再做打算吧。是在追我们的吗？张西寿的人会把你怎么样？会如他所愿把我拿下。昨晚的行动，我已经没有任何掩盖的理由了。王占兵也无能为力。后悔吗？不，只是委屈你了。不委屈。佳绩啊！好像是武龙他们。是武龙他们，武龙！是他们！谭主任，好。谭先生，谭先生，张连长，走吧，走。快点。我一直主张军人的死应该在沙场上，所以屡次的宽恕你们，
给你们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可你们呢？非但不立功，反而给我搞阴谋诡计。你们竟然敢私自把委座的特使关押不报，甚至敢杀人灭口！是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量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瞒着我，私自关押特使不报？我接到的指示是找到特使，直接送往南京。那你倒是送啊！可是，贵军师长守备团副统与共军勾结，他百般阻挠啊！废话，共军一直在阻挠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特使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身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估计已落了共军手里了。听说还有一个女共军也被缉拿了。是，我们抓了一个女共军，也收过了，但是不知道藏在哪了。特使失踪9天，损兵折将数十，最终还是得而复失。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既然你们不愿意战死沙场，好，我就成全你，就地正法。来啊，酋长官！你就连在我鞍前马后跟在您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好吧，饶了我呀！鞍前马后的找我的不是吗？就冲这个，也应该处决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那是因为，你看看人肖队长，豪气万丈啊！看这巡捕艇，马上就让你趴在地上。死后的事情我不知道，在我死之前，我会瞪着你的子弹，看它是怎么飞过来的。好，很好，你就瞪大眼睛，看那子弹是怎么飞的。执行。加油，对将！预备！撤枪吧。加油，出将！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！这是什么人？杜道藩，南京党务部组织科主任。肖少白，杜主任，把他扶起来。杜主任，楚参谋长，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对不起，我正在执行军法。哦，是，我是来阻止的。阻止？除非是剿共总部的命令，否则你恐怕无权阻止。哈，那是，剿共总部的命令我带来了。您请过目。把绳子解开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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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人是 CC 系的，来的可真是时候。楚参谋长啊，
这可都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呀。没到成人之时，就一定要争取成功。虽然营救部队屡遭挫折，但是只要陈俊言特使还在江东，共军小分队还未消灭，营救部队的使命就依然存在，还要继续坚持不懈地战斗下去呀。我已经跟剿总总部沟通过了，此次前来宣布，萧少白提升为中校军衔，继续任营救部队队长之职。是。侯国明升为中校军衔，任营救部队副队长。感谢长官栽培。由于战事紧迫，军衔和佩章在任务结束之后予以受理。你二位要立刻重整营救部队，我带来的特务连归营救部队所属。望二位恪尽职守，精诚团结，不负党国及委座之重托，坚决完成找到特使、歼灭共军小分队的任务。是，少白定不负委座重任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为之一定戴罪立功，万事不辞。好，去准备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楚参谋长啊，对下属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替你卖命，特别是时局这么紧张的时候，气可鼓，不可泄啊，是吧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潘主任啊，我感觉大家情绪有点低落，要么您给大家鼓鼓劲儿吧？啊，你是想让我一口气喘不上来，你才高兴是吧？那我哪敢呢？那石首长不得又把我降级啊？行，那我来吧，我来啊，我来。哎，书信，哎呀！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你媳妇儿怀孕了，你怎么能让她自己走呢？你就应该抱着她走。哎呀，五楼，你还是那么讨厌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行了吧？快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老夫老妻的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不能累着啊！你们娘俩是我的命根子。哎，脸皮比我还厚吗？你就别犯小心眼了。你赶紧走！你这人得听人劝。哎，张连长，张连长，你就应该让他背着你走才对。我这话是有根据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当时在那个铜山碰到一个老山民，他就跟我们说，是他背着你往石塘县走的。刚开始将信将疑，后来清楚情况之后啊，那他是该背着你。瞎操什么心？哎，赶紧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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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杨振林呐，杨振林，你要是在，我也不用操这个心呢。教导员，喝碗粥吧。
谢谢。派出去侦查的几个人都回来了，这前后一带没有什么情况。告诉大家，抓紧时间修整。是。他还醒了吗？他眼睛动了一下，脸色也好多了，那就是快醒了。可喝啥？你先喝苦粥吧，不然就凉了。这里我看着。坐着吃吧，就有咸菜。坐在这儿，就人在那儿呢。老杨，哦，老杨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好啊，来，坐。坐。老杨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好啊，老哥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哼，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？老杨，我犯纪律了。大海醒了？不，我是说，大海是我开枪打的。是你开枪打的？老杨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你解释。怎么回事？那天我们走到仙人渡山口的时候，熊大海突然拿着机关枪对着我的胸口说我是叛徒，说我这一路上在给敌人做记号。我哪有啊？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？老杨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。说后来。后来我怎么跟大海解释，他就是听不进去，一口咬定我就是奸细。我怎么可能是奸细呢？老杨，不能说我从敌人那里逃出来过，我就是奸细吧？没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我让你说后来。好，后来对，后来老杨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刚才说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后来熊大海吓唬我，他拿着机关枪向天鸣枪啊！他这样做是很容易把敌人招来的。我想找个地方隐藏起来，可是突然我听到身后一阵机关枪的声音，我回头一看，四喜被山下的贵军发现，还想打死了。我赶紧拔出手枪，准备阻击敌人。可是回头一看，熊大海
熊大海还是固执的拿着机关枪对着我的军火不放。这个时候，熊大海应该跟我一块阻击敌人，阻击敌人的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还是拿着枪对着我。我向大海开了枪，我打的是他的腿。大海中枪以后就滚到山坡下边去了。我回来以后，我没法面对你和同志们，我难以启齿，我怕我说不清楚，我就说了话，我就说大海是敌人开枪打中以后滚到山坡下边去的。这件事情我对不起大海，可是老杨你都听到了，当时的情况是那么积极，那么积极呀！不管怎么说，也是我向战友先开的枪。这件事儿，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大海。现在好了，老杨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大海回来了，我要等他醒过来，等他醒过来，我一定向他赔不是。但是现在，我要跟你老杨把事情的经过和原委全都说清楚。如果大海醒过来以后要开枪打死我、干掉我，你不要拦着，不要拦着我，是我欠他的，我一定还给他的。只要你和同志们不认为我柯福明是叛徒，是奸细，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。感谢二位提供了富同勾结共举的有力证据，才使得王占斌无话可说。张司令豪气果敢，一举拿下了富同，从此石塘会一片安宁啊！错，共军一日不除，天下难得太平。他们没有过江，说明还在江东。望张司令协助我们，将这股共军消灭在此地。好，我们坦诚合作，同仇敌忾。来。这共军啊，要想跑，他只能往山里跑。这往山里一跑呢，我们就头疼。你说这么大的山，我们到哪儿找去？你这一出动，他站在山上就看见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经常用点散碎银两，收编一些像保安队啊、民团呐，包括土匪。他们呢，帮我们搜集点情报和一些匪情什么的。这个比我们正规军呐来得管用。你像昨天，是昨天吗？对，昨天一早，6营接到七星寨民团的报告，说有一小股共军被他们给包围了，打了差不多10几个小时。那帮共军还挺能打，10来个人居然把80几个人的民团给打散了。后来6营啊派了一个排上了七星寨，共军们啊都已经跑了。那应该是柯福明的过人。老柯，战争是残酷的，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受的考验。这种考验，不光是死亡，有时候会有委屈，甚至是误会。一个革命者，忠诚党是第一位的。把这个放在第一位，死亡不怕，委屈和误会也不怕。当然，忠诚里面还包括不讲假话。当年我家舒玉就是怀着对党的忠诚，不怕委屈和误会，不讲假话。他离去的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。至今回想起来，都让我自愧不如啊！也给了我无限的鞭策。一个共产党人要经得起任何考验。在大海的问题上，你当时对大家说了假话，这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来说，是严重的违反了党的纪律。你今天跟我说的话，应该是真话吧？真的，全是真的。来，着凉了，快去热热吧。
不然喝了会闹肚子。